消失的光芒虽然作为一款2015年发售游戏，但是即便放到现在，其画面以及游戏内容都依旧可圈可点。本次登陆 Switch 平台的消失的光芒白金版，包含了消失的光芒从15年发售至今的所有更新内容以及 DLC。凭着那些内容的加持，让游戏在 Switch 平台的可玩内容十分饱满。本作的可玩内容大概分为3部分：消失光芒本片内容、消失光芒大型 DLC 信徒，以及另外一个 DLC 地狱突袭模式。本作的游戏设定在一个巨大的开放世界，算上 DLC 的话，本作一共有4张可探索的大地图，并且在这个丧尸横行的世界里有着昼夜变化。本作的病毒感染体设定是非常惧怕紫外线，因此在白天那些强大的丧尸不会出现，但即使是在白天，如果你走进了某些特别黑暗的地方，依旧可能遭到他们的袭击。在白天，我们需要寻觅物资、自制武器，造出更强大的武器来对抗这些强大的感染者。但是在白天也千万切记不要发出巨大的噪音，因为噪音会吸引一群特殊的感染者异魔，他们跟玩家一样拥有跑酷的能力。而且在信徒 DLC 中，他们会成群结队的出现，一旦惊动他们，想甩掉他们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等待游戏时间到达夜晚，猎人与猎物的角色互换，那些畏惧紫外线的强大敌人会出来觅食，这也是游戏中重要的敌人种类之一夜魔。并且如果你玩了联机入侵模式，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出现由玩家扮演的更强大的敌人暗夜猎手。夜魔具有强大的攻击力以及惊人的速度，在晚上一旦被他们发现，想脱身可谓是一件难事。玩家可以选择用紫外线灯抑制他们的行动，方便我们脱身，或者用照明弹的光亮暂时制造出一片安全区，又或者用鞭炮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们趁机逃走。不过黑夜虽然危险，但是在黑夜我们得到的技能点会成倍增加，这是我们快速提升自身等级的一个好办法。黑夜中的敌人不只有暗夜猎手以及夜魔，在黑夜那些在白天行动迟缓的僵尸也会因为紫外线的消失而加速活动，这会导致他们的行动力将会变得和异魔一样迅速。这些强大的怪物让我们在夜晚的生存变得十分艰难，但是与其他冒险游戏类似，我们的主角同样拥有经验以及技能点的设定。在本作，我们可升级的技能数大概有3类：生存、敏捷以及力量。每种技能数的提升都会给我们带来直观的正反馈，像生存12级我们可以获得钩爪的能力，力量以及敏捷达到最高等级时，我们可以战斗中不消耗体力进行战斗。不过在这个丧尸横行的世界中，我们要注意的敌人可不仅仅只有丧尸，劫匪以及反派势力也会对玩家进行攻击。不过同样的，僵尸也会攻击他们。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还会偶尔遇到一些幸存者 NPC， 如果我们帮助这些路人 NPC 完成他们的任务的话，我们会获得不少的经验加持。在本作中，我们所能使用的武器大概分为冷兵器和枪械。冷兵器随着等级的提高，我们可以从一开始的只能对僵尸造成敲打，一直到后来可以一刀劈开整个僵尸。兵器的升级可以造成这种肉眼可见的等级提升。枪械方面，虽然枪械威力巨大且不会消耗耐久，但是枪声会吸引周围的僵尸聚集过来，所以我还是更推荐大家使用伤害高且没有噪音的弓箭作为主要的远程武器。接下来我们着重来聊一聊 Switch 平台的游戏表现。相信大家对这类益智游戏的画面表现力是最关注的，而事实上就我个人而言，消失的光芒白金版在 Switch 平台的画面表现力是值得肯定的。虽然本作并没有《孤岛惊魂3》那样惊人的画面益智表现，但本作的益智表现依旧可以在 Switch 平台的众多益智游戏中名列前茅。这里要着重强调一下本作的帧数表现，本作帧数几乎可以全程稳定的30帧。不过大家这里得注意一点，本作其实是60帧游戏，当玩家抬头或者低头的时候，帧数会达到60帧，而平举的时候帧数会回到30多帧。在这方面，我用了一个测试做对比，如果使用破解机超频到全高的话，帧数可以稳定的40多帧。这也直接验证了本作是一款60帧游戏的事实。本作角色运动时会有较大的动态模糊，再加上30多帧的帧数以及第一人称的视角，让本作的游戏体验对 3D 眩晕玩家以及第一次接触本种类的玩家十分不友好，会产生较强的眩晕感。并且本作的游戏难度比较独特，在前期很可能会把本作玩成一个恐怖游戏。由于前期玩家的武器以及跑酷动作都没有成型，在面对一个普通僵尸，通常一顿操作僵尸还没有倒下，并且还会招来成群结队的僵尸增援。在这种强大压迫感下，很多玩家都选择了放弃。不过如果你坚持玩下去，会发现在游戏的中期，跑酷以及装备系统逐渐成型时，击杀僵尸就如砍瓜切菜般简单。到了真正的后期，玩家就可以把这款游戏当作成一款无双的爽游来玩。这里要着重夸一下 Switch 平台的掌机模式，在掌机模式，游戏的画面依旧十分不错，帧数也相当稳定，让本作的游玩体验十分舒适。本作的掌机模式有着不亚于主机模式的体验。这边再来说说 DLC 地狱突袭，这个模式就是一个地牢探险的模式，会让我们在一个地下城内的地图中探索，清到小怪，拿到宝箱，使用更多的武器来提升自己，之后击败一个个 BOSS 来达成目标。本作还是更倾向于那些刷的游戏，可以认为是一个第一人称的暗黑破坏神。如果你在游戏中觉得跑酷探险比较疲惫，那么不妨来到这个模式进行一轮刷的爽快体验。其次就是这个大型 DLC 信徒，这个 DLC 给我们带来一个不亚于游戏本片内容量的游戏故事。
这个 DLC 的故事可以认为是本片故事的一个延伸，并且有着多结局设定，而且还新加入了载具系统。由于这个 DLC 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乡镇，田野间没有本片那样的高楼大厦，不方便我们进行跑酷，所以载具必不可少。玩家可以和自己的爱车完成比主线更加紧张刺激的冒险故事。游戏本身的高水准以及本次白金版带来的丰富的游戏内容，让本作的可重复游玩内容十分丰富。本作跑酷、驾驶、战斗带来的爽快感，以及与僵尸敌人博弈时的紧张刺激，再加上第一人称所带来的沉浸感，让本作游戏体验在 Switch 平台上也十分优秀。不过这里我也要再提醒一次，本作极高的动态模糊，再加上第一人称30帧的水准，让它对一些人群带来的眩晕感也会更加严重。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三位。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不要忘了点赞、投币、收藏，一键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